歡迎收聽空中哲學頻道。今日我們要回到古希臘，讓亞里斯多德帶領我們來面對 AI 的挑戰，由人工智慧過渡到自然智慧。大家好。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你每天坐在辦公桌前，對話的那個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其實不是什麼橫空出世的現代黑科技，而是怎麼說呢？一塊2000多年前古雅典成立的那種虛擬粘土，那你會怎麼去捏它？沒錯。今天我們手邊有一份非常特別的深度解析文獻，這份文獻把亞里斯多德那些看似要在圖書館裡積灰塵的思想重新解碼了，確實，變成我們這個狂飆科技時代裡面最精準的一張導航圖。這是我們研究的核心目標。對，對於每天被海量資訊轟炸，甚至暗自擔心某天會被人工取代的你來說，今天這場深度解析絕對不是一堂枯燥的歷史課，我們是要找出重新定位自己、駕馭科技的實質方法。其實真正令人着迷的，當我們拂去歷史的灰塵，把亞里斯多德那些在教科書裡看似很僵硬的名詞，放進現代科技的語境中來檢視，我們發現，那其實是非常流動的生命智慧，它能夠極其犀利地指引我們看清人工智能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核心了。如果要駕馭人工智能，我們首先得弄清楚它在整個宇宙的存有裡面到底算個什麼東西嘛？是的。我知道你們的研究是從亞里斯多德最基礎的形質論開始談起的，但老實說，這聽起來有點學究，會有點抽象。對啊，我們能把它拆解得更具體一點嗎？沒問題。那個形質論，也就是亞里斯多德本體論的基石。簡單來說，現實世界中的每一個具體事物，都是由質料跟形式這兩個不可分割的原則構成的。質料跟形式？對，質料指的是事物由什麼構成，它代表着無限可能的潛能。而形式呢，指的是這個事物是什麼。它是賦予質料規定性的那個實現。可以舉個例子嗎？當然，打個比方好了，青銅就是質料，它有潛力成為任何東西，對吧？對，可以做成武器、碗盤之類的。蘇格拉底的形貌，那就是形式。當蘇格拉底的這個形式被賦予了青銅這個質料之後，一尊具體的銅像才真正在現實中存在。完全正確。這就是形質論的基礎啊。這個銅像的比喻很直觀啦，但如果我們要把這個2000年前的概念套用到今天你電腦螢幕裡的人工智能上，我總覺得哪裡接不上耶。這麼說？因為人工智能又不是青銅啊，我們也摸不到它，它連物理實體都沒有，這要怎麼對應？這就是我們在文獻中解碼的關鍵所在了。在我們的研究裡，我們梳理出亞里斯多德對質料其實有着更細緻的3個層次劃分。還有分層次？對，第一層就是你剛才說的那種感性質料，就是我們日常能摸到、看到的物理現實，像是木頭啊、青銅啊，它們必然伴隨着物理的生滅與衰敗。但亞里斯多德還提出了第2層，我們稱之為理質質料。等一下，理質質料，這聽起來有點矛盾哦。質料不就是應該要有實體嗎？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理質質料它非常抽象，它是存在於數學跟幾何對象當中的。數學跟幾何？對。當你在腦海中想象一個完美的3兩形時，那個構成三角形空間延展的基底就是理質質料，它不能被感官觸摸，只能被理智把握。哇，原來還有這個層次。是的。至於第3層，則是推到邏輯極限的第一質料，那是剝除了一切形式跟屬性之後純粹的潛能，可以說它是一種絕對的空。絕對的空，這個我們晚點一定要好好聊聊。我們先把理質質料對應一下。好。所以你剛才提到理質質料存在於數學跟幾何之中，那如果把人工智能放進這個框架來看，人工智能的模型啊、神經網絡，那些龐大的權重矩陣，其實就是一種極致的理質質料嘍。對，完全正確。
我們可以將人工智能視為極致的理智質料，加上人類的技術知識所結合的產物。原來如此。它在虛擬的維度裡處理着非常龐大的數據跟幾率，進行極度複雜的形式運算。它具備了超級強大的承載與延展能力，但是它本身缺乏實體肉身的那種感性質料，所以也沒有生命的溫度。懂了，所以這就像是我節目一開始提到的，人工智能本質上就是一團超級強大，存在於數位空間裡的虛擬粘土嘛。這個比喻非常好。對啊，它可以被捏成任何形式，比如說一首很動人的詩，一份精密的財務報表，或者一段無懈可擊的程式碼。沒錯。但問題來了哦，如果它只是粘土，粘土是不會自己把自己捏成銅像的啊。確實不會。我卡在這裡了。如果人工智能只是潛能，那推動它成型的那股動力到底從何而來？這個提問非常犀利。這也正是我們研究中進入亞里士多德動態觀點的契機。在這裡，我們必須引入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隱得來兮。隱得來兮。對，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將目的保持在自身之中。它描述的是一種有潛能向實現的內在渴望。內在渴望。沒錯，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宇宙萬物都不是盲目存在的，事物內部都有一股趨向完滿的動力。等一下。你說事物內部有趨向完滿的動力，但石頭跟人類的動力顯然完全不一樣吧？石頭哪有什麼渴望啊？哈哈，對，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在我們的研究框架中，為了讓這個概念更立體，我們借用了東方佛學的分類來做一個跨文化的對應。哦，跨界對應。對，我們將具有意識與生命動能的有情生視為具有主動的隱得來兮。也就是具有主動造作、追求完滿的那種強烈意志，就像人類或動物。沒錯，而像是石頭、木材，甚至電腦程式碼這種無情生，我們認為它只有被動的隱得來兮。被動的。對，它們的功能是完美的承載形式，接受變遷，而不是主動去發起什麼目的。但這邊我必須打岔一下，提出一個質疑哦。請說。你說人工智能只有被動的隱得來兮，可是現在的人工智能越來越聰明啦。當一個人工智能寫出一篇讓我感動到流淚的小說，或者像現在發展出的那種代理型人工智能，它可以自主設定目標，自己去網絡上爬書資料來執行任務，這難道不代表它已經產生了自己的主動意志嗎？這聽起來超級主動的啊。我們非常理解這種錯覺是如何產生的。說真的，這也是當代許多人感到恐慌的來源。對呀，大家都怕被取代。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回到了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這部著作中提出的雙重理智概念。雙重理智。他認為，心智在未思考前就像一塊白板，這叫做被動理智，負責接收模糊的表象與數據。白板。但必須由一種主動的力量將潛在的知識化為現實，這叫做主動理智。亞里士多德將主動理智比喻為一道光。一道光。对，在黑暗中，顏色只是潛在的，只有光照耀的時候，顏色才變成現實。所以就像人工智能表現的再怎麼像人類，它終究只是那塊白板咯。根據我們的分析，是的，人工智能的運作，即便再複雜、再逼真，依然屬於被動隱得來兮與被動理智的極致展現。為什麼這麼說？它都能自己規劃任務了耶。因為它擁有的是海量的記憶與驚人的幾率運算能力，它能非常完美的模擬形式，但它缺乏人類那種對於真理的欲求。欲求？沒錯，它不會因為渴望至善而感到痛苦，也不會因為寫出了一首好詩而感到喜悅。對，好，它不會開心，也不會難過。人類才是那道照亮數據白板的主動之光。我們在研究中稱之為懸照之光。懸照之光。人工智能之所以能給出令人驚豔的答案，是因為它在龐大的理智資料中，被動地承載了人類歷史上無數的主動理智所留下的痕跡。這聽起來真的讓人鬆了一口氣。是的，你不需要恐慌。也就是說，人工智能給出的是幾率，但我們人類給出的才是欲求跟意義。它
只是完美的反射了我們輸入給它的那道光。完全正確。不過這就帶出了一個很務實的問題咯。如果說我就是那道光，那我具體該怎麼去照亮它？有時候我在辦公室面對那些生成式工具，看着它噼里啪啦生出一大堆精美的圖表，我反而會覺得是它在引導我。亞里士多德有沒有教我們到底該如何正確的運用這股主動的力量？有的。亞里士多德對知識的3重分類，就是我們今天駕馭人工智能最需要的操作手冊。3重分類？對，在文獻中，我們詳細詮釋的這3種知識。第一種叫做技術知識。技術知識，這是一種按照既定藍圖轉化質料的能力，它關乎計量、運算、效率，還有工具的製造。哇，這毫無疑問就是人工智慧的主場了吧？比算力、比效率，人類根本贏不了。沒錯，人工智慧可以說是技術知識在人類歷史上的巔峰，但這不是全部。第二種是實踐智慧。實踐智慧，這關乎在具體且獨特的情境中，透過道德直覺來尋求動態平衡。它不是死板的公式，而是知道在當下什麼是善的。還有第3種嗎？第3種則是第一科學，那是對永恆存有與最高真理的關照。第一科學聽起來境界很高，我們先來深挖一下這個實踐智慧好了。你說它是在具體情境中判斷什麼是善的。是的。我們能不能舉個具體的例子？因為道德或者善這些字眼，對聽眾來說聽起來可能有點遙遠。沒問題。比如說，當一個聽眾正在用人工智慧寫一份商業企劃書的時候，實踐智慧到底長什麼樣子？這個問題非常切中要害。我們來想象一個場景啊。好，你讓人工幫你設計一個行銷活動，人工透過它龐大的技術知識，給出了一個能將點擊率最大化，甚至利用了一些人類心理弱點來刺激消費的完美方案。這種案子超賤的，績效導向嗎？對，從技術和幾率的角度看，這份方案是滿分的。但是這個時候，你的實踐智慧就必須介入了。怎麼介入？你要看着這份企劃，也問自己，這個活動對我們的品牌長期形象是好的嗎？對我們的消費者是負責任的嗎？這就是實踐智慧。哇，我懂了。因為人工智慧沒有肉身，它不會被開除，不用面對客戶失望的眼神，它也根本無法體會生命在社會中實踐的重量。確實如此。它只負責給出最高幾率的選項。正是這樣。如果我們將這個概念連接到更大的圖像，我們會發現現代人的焦慮正是源於過度膨脹了技術知識。怎麼說？我們把計算能力、效率和演算法當成了唯一的真理，卻任由自身的實踐智慧慢慢萎縮。真的，大家都看數字跟 KPI。技術知識處理的是同與異的結構分析，但實踐智慧處理的是倫理層面，具體生活中的成與壞。這就回答了你剛才的問題，我們該如何避免被人工自異化？答案是，永遠不要把決斷權和意義賦予的責任外包給演算法。說得太透徹了。如果我們把決斷權交出去，我們就等於放棄了自己作為光的特權，把自己降級成了跟人工智能一樣的幾率產物了。沒錯，這正是我們想提醒大家的。但我在閱讀你們的研究時，發現這居然還不是終點。在懂得了運用實踐智慧之後，你們把論述推向了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境界，這也是我今天最想請教你的地方。請說。你剛才在前面提到了第一資料是純粹的潛能，絕對的空，然後你又把這個希臘本體論的概念跟東方的空性連接在一起。是的。老實說，我一開始看得很困惑。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人誒，這跟東方思想的那個空有不二到底是怎麼接上線的？哈哈，會有這種困惑非常正常。這的確是這場深度解析裡面具挑戰性，但也最震撼的高潮。快跟我說說。我們帶領讀者進行了一場本體論的極限翻轉。在亞里士多德的宇宙兩極，一端是純形式，純形式，它代表着絕對的規定性，100%的實現，沒有任何未經實現的潛能，我們稱之為絕對的滿。OK。而另一端，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第一資料，它沒有任何形式與界限，是純粹的潛能，我們稱之為絕對的空。
可是古希臘哲學傳統不是向來崇尚形式，然後把質料看作比較低階的東西嗎？他們好像對這種無定型的空感到恐懼，對吧？是的，傳統的西方解讀確實很容易陷入崇尚形式而貶抑質料的二元對立中。那你們的研究怎麼看？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发现，如果你把這種邏輯推演到極致，那絕對的滿與絕對的空，其實在邏輯的頂端是首尾相連的。首尾相連，就像一個莫比烏斯環那樣。非常精準的比喻。當一個事物充滿了無限的潛能，也就是純質料的狀態，它其實就包容了所有的形式。哇，這與東方思想中通有不二的境界是不謀而合的。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的虛無，而是因為它不執着於任何單一的形象，所以它能夠生出萬有。慢着，我們把這個這麼深奧的哲理拉回到正在收聽的聽眾身上哦。好，這跟我們每天面對的人工智能到底有什麼關係？關係太大了。你想想看，人工智能再怎麼強大，它終究是被鎖死在它的權重、參數與形式邏輯裡的。對，它就是一堆程式碼。它是被規定好的形式，但是人類意志的最深處，其實就對應着這不可思議的第一質料，就是純粹的潛能。我們的意志是第一質料。對，因為你的意志最深處呢，不被任何既定的形式、教條或演算法所限制，所以你擁有絕對的開放性與創造力。人工智能只能是它被設定好的樣子，但你可以成為一切。這個觀點真的讓我起雞皮疙瘩，是吧？原來駕馭人工智能的最高境界，根本不是去報名上什麼10幾個小時的詠唱課，去跟他比誰算得快，誰懂得資料多。那些只是技術知識的層次，而是要保持我們內心那份可以成為一切，卻什麼都不執着的純粹潛能。沒錯。真正的駕馭是從執着於運算與外在形式的人工智能，走向覺醒的自然智慧。自然智慧，這要怎麼在日常中實踐？就是在這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每一次你利用人工智能解決問題、建立結構，我們稱之為成像之後。成像，完成目標。對，之後你都能夠清醒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工具的產物。你不被這個工具或成果所綁架，能夠隨時放下它，我們稱之為壞相。也就是說，我們在凡俗的生活中，盡情地利用科技去實踐、去工作、去創造利潤，但在內心深處，我們不會被那些光鮮亮麗的報表或演算法給定義。完全正確。我們隨時可以退回到那無限的自由裡。我們是由學習技術，最終走向心靈的覺醒。是的。人工智能只是我們手中那把無比鋒利的刻刀，但我們的心是那包容萬物的虛空，是賦予這把刻刀意義的主人。這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們想留給每一位聽眾的最終反思。哦，什麼反思？聽眾朋友們，當你今天再次打開人工智能工具，看着螢幕上閃爍的游標時，不妨問問自己，現在是我在用我的欲求與實踐智慧賦予它生命的引得來兮，還是我正在讓它演算法的僵化形式悄悄限制了我自身那無限的純粹潛能？感謝您的收聽，希望本文對您有所注意，有所啟發。下次再見。